现场没有第三人痕迹，却布满了兽类的咬痕、抓痕，连 FBI 都无法解释这究竟是完美的谋杀呢，还是一直流传的邪灵作祟，真能附体杀人？故事发生在美国西南部的 Flagstaff。1987年6月12号深夜，午夜时分，本地医院的清洁工 Sarah Saknisto 下夜班走出医院，这是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幕。外面月黑风高，隐隐传来了动物的撕咬声。Sarah 的家人在家等不到她，就报了警。警方要24小时后才能立案，亲友马上展开搜寻。后来在他上班的医院停车场找到了他的皮卡车，还发现车旁边散落着诡异的野草和黑泥，后来证实是墓地的草和花泥。第二天下午， Sarah 的尸体在医院的后山坡被发现，场面恐怖。被害人全身赤裸，身上的财物和助听器失踪，死状惨烈，能看出2点。第一，类似野兽的撕咬，尸体布满咬痕，乳头几乎被咬掉，嘴里和伤口都有动物的毛发。第二，诡异的仪式， Sarah 的颈部摆着一根小木棍，当地人确认这是原住民 Navajo 的黑巫术，是令人胆寒的邪恶法术。这儿是印第安人的保留地，属于 Navajo Nation 纳瓦霍族。尸检显示死因是窒息，警方推测 Sarah 是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遭到伏击，随后被拖到山坡上杀害。美国亚利桑那州在这片古老的印第安人土地上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死亡，而是 Skinwalker 皮行者，也叫换皮人，类似中国的画皮狐狸精。对美国原住民来说， Skinwalker 比任何鬼神都要恐怖，它能附体，带来灾难和疾病。Skinwalker 在美洲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，就是施行黑巫法害人的巫师放弃了人性的一面，所以很邪恶，接近邪灵。这儿的人连 Skinwalker 这个词都不能说，一旦说出口即是招邪找死。邪恶的 Skinwalker 会通过杀了至亲来获得极致神力，能瞬间变成狼或熊或半人半兽，人皮脱落，四肢扭曲，散发出腐尸的味道。他们能模仿亲人在窗外叫你的名字，如果你答应了，或者在夜里跟他们对视，你就会被这个邪灵附体，替他卖命。那么如果有人告诉警方他杀人没有动机，只是因为被邪灵 Skinwalker 附体了，法官会怎么判呢？这可是个真实的案例。3个月后，35岁的诗人乔治·阿布尼因涉嫌谋害 Sarah 被捕，是他自己跑去跟牧师诉苦，说分不清楚事实和幻觉。他梦见了一起谋杀案，接着看到了 Sarah 被杀的新闻，可在看到新闻之前，他就已经知道 Sarah 尸体上的细节了。这个阿布尼曾在空军服役，也任过大学的助教，在旁人眼中聪明幽默，可他常在课堂上讲述令人不安的童年经历，还长期饱受抑郁症的困扰。面对警方，阿布尼承认案发当晚他情绪崩溃，去医院求治，但由于没有医保，遭拒。走出医院时，他偶遇了下班的 Sarah。虽然他坚持那只是梦境，他对 Sarah 衣着首饰的描述也跟事实不符，但警方拿下了关键的证据——齿痕。警方给阿布尼做了齿痕提取，发现完全吻合 Sarah 身上的咬痕。被捕后，阿布尼的供词变得语无伦次，先后给出了8个相互矛盾的版本。他似乎在调整回忆，试图迎合警方的调查。
他的说法极其离谱，一会儿说自己刺了 Sarah 很多刀，实际上 Sarah 身上没有刀伤，一会儿又说 Sarah 勾引他，俩人互相按摩脖子，然后自己就昏迷了，醒来时发现 Sarah 已死，怀疑是自己不小心才扭断了他的脖子。他所有的供词版本中从未提到过 Sarah 的真实死因，即是捂住口鼻导致的窒息。这匪夷所思的供述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阿布尼的状态，他蜷缩在角落里，眼神空洞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：那不是我，是皮行者。案发1年后开庭审理，乔治·阿布尼被控一级谋杀。他的律师辩护说，阿布尼被警方洗脑，在连轴转的审讯下，他崩溃了，做出虚假供述。警方的监控录像也显示，他在独处时不断哀求自语 I didn't do it。辩方坚称阿布尼有严重的精神疾病，分不清现实跟幻觉。辩方请来的当地民俗专家更抛出了前所未有的皮行者辩护，指出案发现场布满了 Navajo 黑巫术的痕迹，死者颈部的木棍是切断呼吸的死咒，死者车旁放着墓地采来的草和花泥，代表索命。这整套辩护令全场骇然，难道杀人的不是阿布尼，竟是借他身体行凶的换皮怪兽 Skinwalker？ 控方强硬反驳，精神病不能作为犯罪的借口，科学不承认恶灵，法律只看事实。辩方律师再辩驳，光靠牙齿的齿痕来定罪绝不可靠，尤其是人类乳房这些高弹性的肌肉组织，必须有 DNA 才能确定。可偏偏就缺乏 DNA， 证据明显不足。阿布尼也缺乏作案动机，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死者 Sarah。 最后，法庭真的判了嫌疑人无罪。3点理由：第一，案发现场有黑巫法的证据，是一次性的杀戮，凶手必是原住民，可嫌犯阿布尼不是原住民，他是白人。第二，阿布尼有精神问题，他的供词涉嫌被诱导、被胁迫，不能取信。第三，本案缺乏有力证据，为避免冤假错案，当场释放阿布尼。当地人都觉得法庭没体现公正。本案引发的震动并未停止，至今还是悬案，同时也留给世人一个巨大的难题。如果法律是绝对理性的，那它该如何审判那些活在超自然恐惧中的文明呢？本案到底是嫌疑人疯了咬死人，还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科学解决不了的阴暗？美国原住民都坚信这徘徊着神秘的巨大能量。该案除了在民俗上异常敏感，也成了未解之谜。再想想看，如果阿布尼真的无辜，为什么最初承认自己是凶手呢？也许就在坦白后，他反悔了，干脆把疯子演到底。这正是他最聪明的自救。Create reasonable doubts， 引起合理的怀疑，这样就会被判无罪，因为缺乏最直接的证据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赌赢了。